一开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国家走在他们的街上，随便问5个人，就有一个能滔滔不绝跟你讲台南牛肉汤哪一间最甜，9份哪一个转角最好拍，北投哪一家温泉最适合放松，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可这不是故事，是发生在2024年的真实统计。当英国资深旅游记者詹姆斯在电脑前看到这个数字时，他整个人愣住了，因为这个国家不是离台湾最近的，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却在比例上把全世界都甩在后头。国民每5人就有1人去过台湾，这不是偶尔来一次，而是实实在在走进生活的那种去过。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2024年，台湾外籍旅客人数终于全面超越疫情前高峰，很多媒体都在谈微型复苏，谈夜市回来了，谈国际航班满了。可詹姆斯注意到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他把各国访台人数除以人口规模，结果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有个东南亚小国人口只有500多万，却长期霸榜台湾的回头客比例。那个名字一跳出来，他还以为自己算错了，反复核对资料，结果数字一模一样，新加坡。这代表什么？代表在这个国家，台湾不是1年去一次的旅游地，而是像周末去邻近城市一样自然。詹姆斯再也坐不住，直接飞去当地。他在机场遇到接待他的艾米丽，一位30出头的新加坡女生。对方一听他是来查台湾旅游比例，直接笑出来：我自己去过15次，我朋友有人20多次，这里真的很普通。他走上最热闹的商业街，开始做最简单的街头调查。第一组2个年轻女生，一个说5次，一个说7次，下次要去台南专门吃早餐。第二个是科技公司工程师，说自己8次，台北、高雄、台南、花莲、台东、澎湖几乎全跑遍。下一站是阿里山。第3个是带着孩子的妈妈，一家4口每年固定去台湾，小孩一回国就问什么时候再飞。1个小时，10个人，9个去过，而且多数不是1、2次，是5次起跳。这不是巧合，这是生活习惯。旅行社老板阿伦告诉他，新加坡人有钱有假期，世界哪里都能去，可台湾永远在前3名，因为这里不只是风景，而是舒服。新台币汇率让吃喝住更有弹性，交通方便，治安好，更重要的是人情味会黏住你。很多旅客不是为了打卡，而是为了那种在小吃摊被记住的感觉。詹姆斯还走进语言学校，发现学繁体中文的学生里，超过1半是因为台湾。有人想听懂流行歌，有人想看懂夜市菜单，有人说不想，每次去都当哑巴。一位已经去过12次的学生对他说，只要看得懂繁体字，整个城市都会为你打开。那一刻，你不是游客，你是生活在那里的那个人。慢慢的，他拼出了这个国家爱上台湾的理由。新加坡在赤道边，1年到头只有夏天，而台湾2小时内可以从海边到高山，可以看到樱花，也能看到云海。新加坡是年轻的现代都市，而台湾保留了老街、庙宇、红砖屋，那种时间感让人上瘾。再加上小笼包、牛肉面、卤肉饭、珍珠奶茶，从星级餐厅到夜市摊位，没有一餐是随便的。便利商店密度高到夸张，深夜一个女生走在街上也安心。这些日常的细节构成了一种让人愿意回来无数次的理由。当他走在新加坡的餐饮街，发现台湾品牌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小笼包、手摇饮、卤味、早餐店，周末大排长龙。可很多人还是说味道不一样，氛围不一样，所以一定要飞去台湾吃。那不是食物的差异，是情感的差异。回到英国后，他写下那篇震动旅游圈的报道，标题只有一句话：世界第1亲台国是新加坡。消息一出，网友惊呼，这已经不是旅游，是把台湾当后花园。更重要的是，这让很多台湾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世界另一端有一整个国家把台湾当成心里的第2个家。也许你下次在捷运或夜市听到熟练又带点异国腔调的中文，你会突然明白，这个世界第1亲台国的存在不在统计表里，而是在台湾每一条亮着灯的街道上，在一次又一次回头的脚步里。
但故事还没结束，因为当詹姆斯把这篇报道发出去之后，真正震撼他的不是流量，而是信件。第一周，他收到了3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将近一半来自新加坡。有人写：我第一次去台湾是大学毕业旅行，现在已经带爸妈和孩子一起去过6次。有人说我在台北认识了一家面店老板，每次再去他都记得我要加辣，那种被记住的感觉让我在飞机上就开始期待下次回来。詹姆斯忽然意识到，他写的不是观光产业，而是一条横跨国家的情感链条。他再回头看数据，会发现另一个更惊人的趋势：新加坡旅客在台湾的平均停留天数比多数短线市场高出1倍以上。很多人不是3天2夜快闪，而是一住7天、10天，甚至安排环岛。花莲的民宿老板记得每年都会来的那一家。新加坡爸爸总爱在清晨5点带着相机去拍海。澎湖的潜水教练说，他1半以上的海外学生都来自新加坡，连南投山城的小咖啡馆都贴着新加坡旅游平台的推荐标章。这代表台湾的吸引力早就不止在台北101或是林夜市，而是扩散到整座岛屿。这个过程不是靠大型宣传，而是靠一位又一位旅人回国后的分享，一张又一张手机里的照片，一段又一段说不完的旅行故事。社群媒体只是放大器，真正推动这股浪潮的是体验本身。詹姆斯在文章最后写道，真正的亲近不是靠官方访问，而是靠周末订机票的手指。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一次又一次把时间与金钱投向同一个地方，那代表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安全感与归属感。这不是一时的热，而是长出来的关系。也许你此刻坐在台湾的咖啡店，身旁那桌正在讨论明天要不要去台东看海的人，正是从赤道边飞来的老朋友。世界第一青苔国不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群人用10年时间写下的选择。更有意思的是，这股新加坡人的台湾热并没有因为机票价格、汇率波动或国际局势而明显退烧。航空公司内部的长期统计显示，只要台湾一开放新航线，新加坡往返的载客率几乎都会在3个月内站稳80%以上。换句话说，这不是靠促销拉出来的需求，而是本来就存在的渴望。很多家庭甚至把台湾排进行程的固定档期，就像台湾人每年会想回外婆家一样。新加坡人也会说，今年几月要再去台湾。当詹姆斯深入研究新加坡的旅游市场，他发现一个很微妙的差异：欧洲旅客偏好一次到位的大型景点，日本旅客重视季节性赏花赏枫，而新加坡旅客对台湾的热爱却集中在生活细节。他们最常搜寻的关键字不是101，而是早餐、夜市、温泉、小镇、铁路。这些词看似平凡，却正好构成台湾最真实的样子。他还发现，新加坡旅客在台湾的消费结构也很特别，购物比例并不算高，但餐饮与体验型支出却长期名列前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扫货，而是来吃、来住、来慢慢走。这种消费模式正是地方小店与民宿最需要的那种稳定客源。难怪越来越多中南部县市把新加坡视为重点推广对象，因为他们真的会走进小镇。这一切让詹姆斯在回到编辑台时写下一个判断：新加坡已经不只是台湾的观光客来源国，而是台湾观光结构的一部分。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但当一个市场稳定到这种程度，它就会反过来影响当地的产业布局。从航班时刻到菜单口味，从住宿设计到语言环境，台湾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这一群忠实旅人做出回应。也许你下次在南投的山城民宿会听到孩子用带点东南亚口音的中文喊爸爸快来看云海，那不是巧合，而是10年累积下来的现实。世界第一青苔国不是新闻标题，而是每天在台湾发生的小小片段。还有一个画面是詹姆斯后来在台北街头亲眼看到的。那天他坐在一间不起眼的牛肉面店里，隔壁桌是一家3口，父母用英语夹杂着中文点餐，孩子却直接用繁体字看菜单，还纠正爸爸念错的店名。老板娘一听他们口音，就笑着问是不是新加坡来的。对方点头说，这次已经是第9次了，孩子出生后第1次搭飞机就是来台湾。那一刻，詹姆斯突然明白，这不是旅游，这是一代人的记忆正在被复制。他把这个片段写进报道，
却没想到引来更多回响。台湾的读者留言说，原来那些在夜市排队的外国脸孔有这么深的故事。新加坡的读者则说，看完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就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只是从没认真想过。如果要说这段关系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数字多漂亮，而在于它是对等的。新加坡人从台湾带走的不只是照片，还有语言、习惯与味觉。回国后开出一间又一间台湾餐厅，把夜市搬进赤道边的城市。而台湾也因为他们的到来，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很多本地店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家看似普通的一碗面，对别人来说是值得搭4小时飞机的理由。詹姆斯在最后一次访谈里说，这大概是他20年记者生涯里最温柔的一条国际新闻，没有冲突，没有对立，只有一个国家默默爱上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他在回程飞机上翻着采访笔记，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受访的新加坡人在提到台湾时，都会不自觉放慢语速，语气变柔，好像在谈论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而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那种变化不是刻意的，是身体的记忆。你很难想象有多少人会对巴黎或纽约说出同样的语气，但对台湾，他们却会。后来，他把这些素材整理成一段内部简报，发给欧洲几家大型旅游集团。对方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我们以为台湾的优势是便宜，现在才发现它的优势是让人愿意回来。这句话点中了核心。如果你把地图摊开来看，新加坡到台湾飞行时间大约4个多小时，距离不近不远，正好落在周末旅行的舒适半径里。但距离从来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心理距离。当一个地方可以让人放下防备，不需要转换成观光模式，而是直接进入生活模式，那它就会变成习惯。也许几年后，当你在某个中南部小镇的民宿遇到带着新加坡护照的老夫妻，他们跟你说这是他们第11次来台湾，那一刻你会懂，这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国家用无数个选择堆出来的清静。世界第一青台国这个说法不是为了比较谁更厉害，而是提醒我们，原来台湾的日常对某些人来说是世界上最值得飞来的地方。很多台湾人听到这里，第一反应往往是怀疑，真的有这么夸张吗？会不会只是少数族群被媒体放大？但詹姆斯后来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残酷的事，他把新加坡3大航空公司近5年的台湾航线载客率与其他热门目的地并排放在一起，结果显示台北、高雄航线在绝大多数月份都稳稳排在前3名，而且是没有靠节庆爆量的那种稳，是全年平稳。换句话说，这不是短期流行，而是一条已经被写进新加坡人生活节奏里的航线。接着，他又比对了另一组数据，新加坡旅客在台湾的重游率，也就是第2次、第3次以上再访的比例。这个数字在旅游产业里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满意度。当重游率高，代表第一次的体验不止没有踩雷，甚至会在心里留下一个位置。根据多家旅行社的统计，新加坡旅客的台湾重游率长期在50%以上，远高于多数国际市场。也就是说，每2个新加坡人里就有1个不是第一次来。詹姆斯后来干脆把这件事当成社会观察来做，他开始留意新加坡社群平台的热门话题，发现台湾不是只在旅游板块出现，而是渗进了生活频道。有人在讨论哪里可以买到像台湾一样的地瓜，有人在分享台式早餐在家怎么复刻，有人贴出周末在家煮卤肉饭的照片，底下留言清一色是下次还是飞去吃比较好。台湾已经不只是旅行目的地，而是一种生活想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的台湾餐饮品牌可以在10年内成长得这么快。最初只是几间小店，后来鼎泰丰排队成常态，手摇饮一条街一条街地开，连传统早餐店也能在商场里撑起人潮。但真正有趣的是，这些店越多，反而越刺激大家飞去台湾，因为再怎么还原夜市的空气、街头的喧闹、巷弄里的味道，还是只有在那座岛上才完整。詹姆斯在回到台湾补拍画面时，特别去了几座不在传统观光路线上，却深受新加坡客喜爱的地方。台东的一间小咖啡馆，老板说最稳定的海外客群就是新加坡人，他们会在淡季出现，
不吵不闹，一坐就是一下午。南头山区的民宿，屋主记得好几组客人每年固定同一时间来，连房号都不用提醒。对这些小店来说，新加坡客不只是客人，是老朋友。很多台湾人可能没意识到，这种长期稳定的回流对地方经济的意义有多大。短期爆量带来的只是热闹，而愿意1年来1次，甚至1年2次的客群，才能撑起民宿、餐厅、导览员的生计。也正因为如此，当地方政府在规划观光策略时，新加坡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单纯的数字排名。詹姆斯在文章的补充专栏中写道，台湾正在经历一场安静的奇迹，不是因为某一场大型活动，也不是因为某一波话题，而是因为一个国家默默地把台湾纳入了自己的人生路线图。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新加坡的家庭教育里很常把台湾当成孩子的第一趟海外旅行目的地，理由很简单，安全、干净、语言可通、食物友善。这种第一次的记忆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日后对世界的地图。当孩子第一次搭飞机是去台湾，第一次在异地迷路却被温柔指路，第一次在夜市吃到让他记一辈子的味道，那么多年后，当他有能力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台湾就会自然浮现在脑中。也许你此刻回想自己的童年，会发现类似的地方，不是最豪华的，不是最远的，而是让你觉得被接住的那个城市。对新加坡许多人来说，那个城市就是台北、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拼在一起的台湾。所以当外界在讨论谁是世界第一亲台国时，真正的答案其实不在榜单上，而是在这些一趟又一趟航班之间，在那些装满凤梨酥的行李箱里，在每一次落地后熟练刷悠游卡的动作里。这不是爱国口号，而是一种已经融进日常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问世界第一亲台国到底是谁，答案从来不在新闻标题里，而是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里。在台北巷口的小吃摊前，用带点南洋腔调的中文点一碗卤肉饭，在花莲清晨的海边，看着一家新加坡人静静等日出。在南头的山城民宿里，老板不用翻订房资料就能直接喊出老客人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观光宣传，这是一个国家用10多年时间，一点一滴把台湾放进自己生活的故事。没有对立，没有口号，只有一张又一张机票，一次又一次回头。也许你会发现，台湾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被谁称赞，而是被谁选择。当一个遥远的国度把这里当成可以随时回来的地方，那代表台湾的价值早就写进了别人的人生里。这就是世界第一亲台国存在的意义。